还没有睡啊？我睡不着，心里堵得慌，总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你是担心上次烧仓库的事情，山本不会善罢甘休吧？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，不过他们也发出了安民告示。我们谢家在上海也算得上是显赫家族，所以他们暂时还不会把我们怎么样。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万一，这些年来，妈妈风风雨雨的，一直把谢家扛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可是今天，我觉得我自己老了，已经力不从心了。将来很多事情得靠你去做了。太太，太太，石厂长来电话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荣生的几个股东已经把手里的股份抛出去了，还说什么？这些股份已经集中到同一个人的手里，加起来已经超过我们谢家和唐家两个最大股东的总。少廷啊，荣生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可是形势比人强。我不知道山本是不是已经拿到了比我更多的荣生股份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吗？徐海鹏死了，他是被日本人杀死的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这个年轻人我倒蛮喜欢的，就是冲动了一些。你说这中国是几个所谓的爱国青年能救得起来的吗？可是他死得堂堂正正。听说你在替日本人收购荣生的股份，日本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样鞍前马后的替日本人卖命？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瞎猜。不，我懂，我都懂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有多少人会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啊？婉莹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钱，为了钱你可以不顾廉耻，为了钱你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，为了钱你可以……住嘴！从小到大，您都没动过我一根指头，现在为了日本人，你居然打我！可是我看不起你。婉莹啊，你错了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呀。
你不肯离开上海，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我不得不为你做一条退路啊！我就想看着你好好的过日子，不受一丁点的伤害。太太，现在看起来，谢家的形势越来越不妙。我们是不是把小宝？我们的形势不见得就比谢家好。山本已经3次派人到了沙场，希望我们唐氏商会做出投靠日本人的表率。我们唐氏商会的人遍布整个上海滩，3教9流都有我们的人。我想，他也不敢轻易下手吧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正是因为我们唐氏商会势力庞大，所以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他们不来找我们，我还想找山本给唐老板报仇呢。唐老板的仇非报不可。可是眼下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想想怎么帮谢满堂保住他的荣升。荣升的情况怎么样？魏忠福暗中持续吃进荣盛的股票，加上他以前吃进的，我估计他现在手里的股票已经足以成为左右行事的砝码。这个狗汉奸，那现在荣升不是真的要完了吗？过不了多久，这里的一切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魏忠福不是一直在帮我们收荣升的股份吗？该是荣升改日本姓的时候了。是，山本少佐。那江东呢？放眼整个上海滩，帝国的军力无处不在。当然，荣升和江东都会是我们的。魏老板，唐太太，你的来意我很清楚。今天我们一不谈时事，二不谈生意，只品茶。茶是好茶，只可惜这品茶的时机不对。这品茶讲究心境2字，可我现在的心里可是7上8下，替魏老板担心着呢。魏老板是个聪明人，狡兔死，走狗烹这个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。唐太太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过你错了。我既不是猎狗，山本也不是猎人，我们仅仅是合作而已。合作？福丰银行早就已经是个半空的壳子，我想不出魏老板拿什么跟山本合作。荣升完了，谢家也就完了，只可惜谢家年纪轻轻的媳妇儿要沦落街头了。我看我们魏家倒不至于那样。如果唐太太的话完了，请回。魏老板，如果你真的把谢满堂置于死地，你的女儿还会再回你身边吗？就算你有再多的钱，
没了名，没了女儿，你还有什么？太太，如果魏忠府最后还是投靠了山本，怎么办？去看看小宝。王爷，让唐太太跟小宝去说2句话吧。小宝，想我吗？没事儿，他还是有点不习惯，算了吧。这里面是唐老板送给小宝唯一的礼物，希望以后他能记住每一个对他好的人。那我替小宝谢谢唐太太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荣生保不住，谢老板会怎么安顿小宝？那我会把他带回西山老家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的孙子，我会好好抚养他的。事到如今，小宝跟着我在乡下住，会比跟着你在上海混更安全。那我就告辞了。上，兄弟们！日本人今天袭击了我们2个地方，打死了13个兄弟。日本人要对我们下手了。好的，我带兄弟跟他们拼了！太太，山本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妈，妈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说呀？现在日本人的势力很大，那几个股东老板都怕遭到报复，所以现在是百般的退位。我现在担心，在明天的董事会上，我们胜算的可能性也许很小。如果让日本人当上了荣升的董事长，那我们的爱国牌岂不是上海滩最大的笑话？孩子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累了，我先休息去了。看，我穿这身新军装怎么样？山本少佐天生就具备军人的气质。满堂不是以爱国自居吗？到时候我穿上这身军装，坐上荣升董事长的位置，这是对中国人最大的嘲讽。给魏忠福挂个电话，让他明天别耍什么花招。是。
真是痛快，早就应该这样啊！这次我们炸了樱花纱厂的机器，看他们以后拿什么跟我们竞争，也算是为死去的兄弟出了一口恶气呀。这事情痛快固然痛快，不过恐怕山本很快也会采取报复行动，我们得早做准备啊！哎呀，怕什么？他要是敢来，一块做了，他那几个日本武士根本就是摆设。太太，这是咱们的地盘，为什么要对小日本忍气吞声啊？小三儿，哎，我觉得小三儿说的有道理，说的对。我看咱们今后再不用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了，和山本之间终归会是一场恶斗。梅老板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下棋可是一门大学问呐。只要这一个子站错了位，等待他命运的不仅是他被消灭，连同他身边同他有关的子都要被消灭。眼下这上海滩风雨飘摇的，梅老板可别站错了队呀！那是，没能帮山本先生当上荣升的董事长，我很遗憾。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谢满堂毕竟在荣升根深蒂固，这件事情一时间急不来的。是吗？急不来的。可是据我调查，你所持有的荣升股份不是25%，而是29%。我现在要知道，还有那4%的股票都到哪儿去了？我想，山本先生一定是弄错了。啊，我手头上的确只有%。这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一幅画。从哪来的？李大胡子一直跟翠花楼的一个女人勾勾搭搭，这幅画就是从那个女人住处找到的。那女人说，是李大胡子让她保管的。这能说明什么？唐老板遇害前，
这幅画刚刚被拍卖，而买主就是樱花纱厂的山本一郎。果然是他。唐老板的仇，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您还是不肯救太太吗？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肯相信？我不是不肯救他，我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啊！现在荣生的股票还在我的手里，所以山本一时间还不会对我下手。可是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讲了。所以现在趁这个机会，你能走就赶紧走。啊！救不出太太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是一直跟着山本吗？现在只有你能够救太太了。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当汉奸吗？对，别人都说我是山本的一条狗，可是我知道我不是。在山本的眼里，我连一条狗都不如。太太，我们什么时间动手？明晚10点。那好，明天晚上，请太太等我们的好消息。你们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唐氏商会不能没有太太。山本害了唐老板，必须亲手杀了他。三儿哥，我看今天晚上有点不对劲儿，要不咱们……今天我们不冒这个险，明天太太就要冒。走。是。走。唐太太，我早告诉过你，在上海，我最敬佩2个女人，一个是荣生的谢满堂，
一个就是唐太太。我一直都希望能成为你们的朋友，可我没想到，你竟敢派人来暗杀我。带走。这几天，唐氏商会的人四处跟我们打游击。我们的布料在运输过程当中被唐氏商会的人烧毁过2次，运棉花的船在江东码头也突然间爆炸。我今天去沙场的路上也被人偷袭。唐氏商会的人扬言，如果我们不把朱杏梅放出去，他们就会烧毁樱花沙场。够了！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少佐报告。说，上海有不少商人都在暗地里加入那个所谓的抗日会。明里，他们不敢反抗我们，但实际上却不跟我们做任何交易，而是继续和荣生或者江东合作。而且关于谢满堂失踪之事，各界颇有非议，说我们的安民告示只不过是个幌子。所以，军部对我们的进展非常不满意。军部警告我们，如果不尽快拿下荣生或江东商场的话，我们的经济战略计划将被撤销，或者是更换人选。告诉军部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谢满堂和朱杏梅都在我们手里，用不着多久，他们就会臣服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。是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您收下它。我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这忙我真的帮不上。这点小事情还能难倒您徐市长吗？唉，时下不同，这日本人一来，我这个市长的头衔是个虚的，在日本人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份？这东西你还是带回去。带回去吧。真抱歉，张处长这些天公务繁忙，一直没有回家。我看谢少奶奶您还是先回吧。不要紧，我可以等的。我看不用等了，张处长打电话回来说3、5天是不会回来的。张处长也不肯帮忙，根本就不见我。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了。太太落到日本的手里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太太可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苦啊！我一直认为唐太太是个聪明的女人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，不仅可以马上从这里出去，而且我保证，你的江东沙场一定会取代荣生，成为上海最大的沙场。从你暗杀唐老板那天开始，你跟我就注定是死敌，永远没有合作的一天。不错。人是我杀的，一切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应该死。唐天一是这样，赵小三是这样，唐太太你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只要你写封信给你的这帮手下，让他们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，你仍然可以很好的活着。
必须答应。在这里，你没权利选择。这2个女人软硬不吃，我看留着终究是后患。而且，最近唐氏商会的人闹得太厉害，军部打算来个杀一儆百，我看不如把他们救。军部那些人，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统治一个民族。我们2个会关在同一个地方。谢老板更没想到，这个地方是牢房吧？我们俩斗了这么多年，结果都是。如果不是你，少廷一定还活着。他现在一定能帮我扛起荣山，荣山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到了今天，你还在怪我？你说是我害死了少廷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？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儿子，当初你就应该放过我们。如果当时不是你逼得那么紧，少廷现在还能好好的活着。你就是这么一个自私又无情的人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。除了荣生，你什么都不在乎。笑话！难道你至今都认为你配当我们谢家的媳妇儿？如果重新让我选择一次的话，
我绝不会让一个下人当谢家的媳妇儿。谢老板，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样子比我更高贵？来人呐，换房！妈，嚷什么嚷？以为你们住旅馆呢？不能换。梁柱，我们现在怎么干？太太囚禁的地方我已经摸清了。等老沙带回太太的消息，我们就动手，不管花多大代价，都要救出太太。怎么？你们都想好了没有？看来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硬。既然你们不愿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朋友，那我也就爱莫能助了。山本先生，你什么也没得到吧？谢老板，我听说你家媳妇儿四处奔走的很勤嘛。唐太太，你们唐氏商会的人也在跃跃欲试，想救你出去呢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正等着他们一个一个的送上门来呢。不过现在，我对你们可是失去耐性了。老爷呢？老爷这几天除了吃饭时间，就一直待在小姐的房间里。你终于还是回来了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女儿，你应该知道现在怎么做。你还是不明白，我不是不帮你，我是根本帮不了你。我和山本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婉英啊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一直没有长大，如果没有日本人，那该多好啊！你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你听说将来长大要嫁人，要离开爸爸，你就哭了。你哭了一整天呐，谁哄也哄不住。你说你不要长大，不要嫁人，要一辈子都跟爸爸在一起。那时候，你就整天都黏着我。只要有一天见不到我，你连饭都不肯吃。
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你现在都成大人了。看来我们父女是当到头了。走。太太说我这犯你下令，想害死大家，让我们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你确定他已经看到我们送进去的纸条了？我把纸条藏在饭里，唐太太一定看到纸条了。是要我们放弃援救计划呀？为什么？这2天，监狱里的警卫明显加强了。太太是让我们为唐氏商会保存实力，不能把人都拼光了。难道太太我们就不救了吗？太太是一定要救的，但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只要我们这些人在外面，山本就轻易不敢对太太下手。要是我们完了，那太太也就危险了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监狱周围已经布置好了埋伏，只要唐氏商会的人敢来，就一定走不了。很好，这次我们要抓几条大鱼。最近那个魏忠福怎么样了？他最近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据说没离开过家半步。盯紧他，这个家伙极不可靠。上次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候，他竟敢私通了荣生的股票，使我们功败垂成。等过了这阵子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山本把谢满堂的扇子给我，就是对我的一个警告。眼下山本既然对谢满堂下手，就绝不会轻易罢休。卷进去，只会让我们引火烧身。少奶奶，小宝，哎呦，宝宝，这是谁的扇子呀？奶奶的。少奶奶，我打听到了，太太被关在提篮桥监狱，看守叫张胜。我让你开口说话，说不说？妈的，用麻袋装上，扔外边野地里。
说不定我们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只要你交出江东沙场，他们不但马上会放你出去，而且还会客客气气地把你送出去。那谢老板为什么不交出荣生呢？我问你，如果你能出去，打算把小宝怎么办？如果我能出去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如果你能出去，我希望你把小宝留给婉莹。小宝虽然不是他亲生的，但他现在除了小宝以外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已经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，我希望你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。谢本堂，出来！妈，小宝他还好吗？小宝很好，他每天都吵着找奶奶呢。乖孩子，真是个乖孩子。那荣生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工厂里有石厂长照看着呢。妈，3天后下午2点，接应的车子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不行的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样风险太大。你就听我这一次吧。孩子，其实妈妈最放心不下的也就2件事情。第一是荣生，第二就是小宝。小宝现在是我们谢家唯一的根，但是荣生是我们谢家几代人的命。我们想问你，如果我真的出事儿了，荣生和小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你们都不会有事情的。我说的是假如，因为你根本不是山本的对手。我是不是山本的对手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会丢下荣生，也不会丢下小宝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时间到了，妈，你要好好的，荣生和小宝等着您回来。
不认人的狼！魏老板，你就放心吧。既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那婉莹就是我的亲侄女，我会为你去军部说情的。多谢山本先生。请吧。谢谢。你接一个电话，让他们给这个娇滴滴的魏大小姐上刑。山本君，魏忠福要是看到自己的千金大小姐被打得皮开肉绽的，他就不会这么两手空空的上门求情来了。虽说他的扶风银行现在是半空的壳子，可他手里的绝不仅仅是这些。现在魏小姐既然亲自送上了门，哼，我们上哪儿去找这种好事啊？魏老板，魏小姐这次干的事严重冒犯了军部，经过多次带你求情，军部才同意你可以前往一见。婉莹，婉莹，你们为什么要打她？为什么打我的女儿？啊！婉莹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爸爸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。你等着。哎，魏老板，魏老板，你，魏老板来了，来，我们一起喝两杯。嗯。山本先生，魏小姐还好吧？山本先生，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求你救救我的女儿。是啊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情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说实话，我非常同情你现在的处境。可是，魏小姐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敢从军部的手里抢人，要知道这可是杀头的罪呀！为了这件事儿，我跑了多少次宪兵处，你才能在牢里看着活着的魏小姐？可是要想让我救人，我恐怕就无能为力了。山本先生，婉莹就是我的命啊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。如果她有个闪失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魏老板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你的女儿这次闹的是无法收场啊！来，坐。你也知道，我虽然也是日本人，
是有些事情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。山本先生，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。荣生的股份，我是截留了一部分。这我早知道了，韦老板，算你聪明。现在山本先生手里持有的股份总额略逊于谢满堂，我可以在董事会上把我手里持有的这部分股份送给你，到时候荣生就是你山本先生的了。不过，如果晚赢有个3长2短，我会毁掉这一切的。梅老板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至交朋友，我想你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山本先生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命都可以豁出去。你说我能不能这么做？梅老板是个聪明人啊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做出傻事来呀。如果你这么做了，无论对你还是对魏小姐都没有什么好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说服军部，让他们对魏小姐网开一面的。来，干了这杯。你给我快打！看，长官，他不懂事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算你识相。滚！太监不会有事。杏梅啊，我给你送莲子羹去，他们不让我进去，他们收了我的钱，却不让我给你送莲子羹吃。哎呦，这些个遭天杀的！杏梅啊，过去你想吃莲子羹的时候，我还舍不得给你。现在能给你吃了，你又吃不上。妈真是对不起你呀！
我问你，如果你能出去，你打算怎么来经营江东纱厂？当然是用最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设备。经营一个纱厂，可不像你当五国皇后那么方便。你说，樱花的机器比荣生好，技术也比荣生好。他们纺出来的布手感又好又便宜。那为什么这些年来，他们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，总比不上我们荣生呢？经营一个纱厂的门门道道多着呢。首先，你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做什么，你都得用心去做，并把它做到极致。否则，设备啊、技术啊，全都是一句空话。你还要知道，老百姓喜欢什么，你能给他们什么。这个山本呐，他还是不懂上海的市场，他以为东洋布花少又便宜，老百姓就一定喜欢。其实他是不懂上海人的口味，所以他的布也进不了时尚圈。这个时尚圈啊，虽然很小，但是老百姓都看着呢，觉得他们穿什么都好看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经营纱厂？明白什么？经营一个纱厂，可不像你去勾引一个男人那么方便。多动动脑筋，再跟我夸海口。婉莹啊，谢家不能再待了，你先躲到租界去，地方都安排好了。躲，又是躲啊！好，好，先走吧。
小姐忍一忍。把家里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带来了。你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，照顾小姐要细心一些。这些钱帮小姐收好，合计着用。是，老爷。辛苦你了。
爸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爹地，你好好在这里养伤。爸爸最近可能很忙，可能没有时间来看你了。万言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爸爸不能再陪你了。全身都是血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行，我要给他去打个电话。小姐，不行，你让他，小姐，上一会儿再说呀。小姐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说话呀！是不是发生事情了？我爹地是不是出事情了？你手上拿了什么？给我呀，小姐，给我！军部又来电了，说什么？军部对我们很失望，已经对我们的计划失去了耐心。责备我们连2个女人都拿不下。如果仍然没有进展的话，军部将直接插手，取代我们。那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努力。如果他们还坚持的话，那就……
就说荣生和江东已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樱花兼并2场之事指日可待。届时，我们将全面控制上海沙业，请军部静候佳音，我们绝不会让帝国失望。阿红，我现在要回谢家去。小姐，不行啊，老爷交代过，我们只能住在这儿，不能离开的。我得回去看小宝，我必须得回谢家去。小姐，小姐。我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。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恩怨，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化解，我也不期望你谅解。但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帮我一起救出太太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日本人要的是荣生和江东，不是太太的命。弄了半天，你是给日本人来当说客的。山本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替他去卖命？我只知道，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命重要。当初唐老板为了江东把命给搭进去，现在如果能救出太太，让我舍弃江东，我心甘情愿。可日本人要的不单是江东，他们还要荣生。我也知道荣生对太太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我担心，如果他这样继续坚持，只会给他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么说，你是想让我们交出荣生和江东沙场了？我告诉你，太太不会这么做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我真没想到你会和日本人一起来算计谢家，算计我们荣生。现在不是负气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？如果太太出了事儿，荣生会怎么样？你敢说你能保得住荣生吗？工厂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小日本能在中国横行得了几年？等到时机成熟，你怕以太太的能力，她拿不回荣生吗？我也请你再好好想想，万一太太真的出了事儿，少廷不会原谅你，也不会原谅我。如果你想好了，请一定去帮我劝劝太太。进去吧。你们都来了。别哭啊，孩子。别哭啊。妈，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我很好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刘妈，哎，太太，你到我们谢家多少年了？快30年了，太太。我记得，我跟老爷成亲的时候，你是陪着我从我的娘家一起过来的。一转眼啊，你看我们都老了。是的，太太。你在我们谢家这么多年，你是看着少廷出生、娶亲、小宝进我们的家，又看着少廷过世的。所以按理说，你是婉莹的长辈。太太，您别这样说，太太。
谢家这么多年七零八落的，小宝又小，万一又年轻，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，拜托你以后一定要尽心的照顾好他们母子俩，帮着婉英一起撑起这个家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那我就替老爷，替少廷，谢谢刘妈了。太太，您可千万别这样说。您放心，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，我也会照顾好少奶奶和小宝的。我只求太太您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呀，太太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难道你是想丢下我和小宝不管了吗？我知道荣生对您、对谢家意味着什么，可是荣生没了，我们可以再挣回来。可是谢家不能没有您呐！我已经没有爹地了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千万不能丢下我和小宝不管呐！婉英，这段时间，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，我就害怕你，就害怕你和我爹地一样。我就求您这一次，我失去的太多太多了，少廷没了，爹地也没了，我不能再失去您。你不在谢家的这段时间，谢家上上下下就跟没了魂一样，大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怎么做。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，谢家真的完了。时间到了，那你们回去吧。你答应我吧，就算什么都没了，你也要活着回来。妈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！难道你不想看着小宝长大吗？真没想到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哼哼，这世上啊，就没有融化不了的冰。你看，像谢满堂这儿的铁女人，人人都以为是水泼不进的，现在不一样，低头了。你去安排一下，把上海各大报社都请来，我们要举行一个大型的记者招待会。这对我们帝国而言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是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开，就在谢满堂纱厂的车间里。我要让他站在自己纱厂的机器旁，宣布这个重大的决定，让那些中国人好好看看，这个号称上海的铁女人是怎么向我们帝国屈服的。是。
石厂长，让谢老板宣布他的决定吧。现在，请董事长给我们讲话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谢家经营的荣生，至今已经足足有33年零2个月了。多难的坎儿，我们都踩过来了。上海倒闭了多少纱厂，可是我们荣生从一个小小的作坊，成为了上海滩上最大的纱厂。我们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我们荣生人身上的一股子劲和一道魂。要问我谢满堂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，我这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扛起了荣生。要问我今天的选择是什么，那我只有一句话：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荣生的事情。董事长！上门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要打！太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要拿下荣生，拿下江东，我们的计划就能够实现了，整个上海纱业就都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我们樱花一定会在上海肥沃的土壤里扎根，开遍整个中国。反对！但我们就只差了那么一步。一个小小的失误，永远失去了荣生。其实现在的荣生群龙无首，迟早是我们的。帝国如果真的要用武力的方式解决荣生和江东的话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但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，我们要给全中国
乃至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公正文明的国家形象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朱杏梅在码头上心甘情愿的签字，把码头让给我的原因。可是，记住，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沙场，一个码头，我们要的是中国人的心。只有这样，我才算是真正的政府。军部怎么说？谢满堂死亡事件给帝国的形象抹了黑，江东沙场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再失败的话，将会受到军法处置。太太，你找我？打开头。这些年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只可惜，咱们唐氏商会只剩下这些了。你把钱给大家拿去，到乡下买几块地，好好的过日子。咱们唐氏商会从今天开始解散。太太，这是？我要和山本把协议签了。太太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！唐氏商会的人，就算都死光了，这个字也绝对不能签。眼下，山本不是死盯着太太吗？太太可以找个地方先避一避。你不明白吗？山本拿不到江东沙场，我哪儿都去不了。这个字，我必须签。唐老板死在日本人手里，谢老板也死在日本人手里。这个字一签下去，唐老板不会瞑目，唐氏商会的人也不会答应。那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？为什么唐老板会死？为什么谢满堂会死？如果他们懂得早点放手，今天他们都能好好的活着。你以为不签字就能保得住江东？不签字只有一条路，大家都死。你知道我还有小宝，我不可能丢下他不管。况且我今天叫你来，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而是让你拿上钱，把大家好好的安置好。唐太太，我尊你一声太太，是因为我敬重唐老板。唐老板生前万分器重太太，他说太太骨子里有一股子永不服输的劲头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今天你却要把唐老板拿命换来的江东沙场拱手让给日本人，让全上海滩的人笑话呀！我不能同意。笑话！唐氏商会你做主还是我做主？就算你伺候唐老板这么些年，
今天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原来这么些年，唐老板看错人了，我也看错人了。阿德，在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咱妈的心里，我们谢家还有小宝，所有的一切都加在一起，还抵不上一个荣生吗？别太难过了，你应该明白，对太太来说，荣生意味着一切。你以后怎么办呢？日本人会放过你吗？我今天是为了小宝而来的。你想怎么样？请求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替我照顾好小宝。这个不用你说。你除了生下小宝以外，你都为小宝做过些什么？的确，我没资格做小宝的妈妈。这么些年了，我从来没好好的疼过他，甚至都没好好的抱抱他。他也不知道我是他的妈妈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一直都非常的恨你。我恨你有少廷，恨你还有一个小宝。而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要是能毁掉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也曾经这样恨过你和太太，可是经过这么多事，尤其在监狱里，我想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如果我是你和太太，或许我也会这样做。我们都没错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辈子，小宝就交给你了。你是他唯一的妈妈，也只有你才是他真正的妈妈。谢谢你。少奶奶，小宝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你要好好的长大，长得结结实实的，做个男子汉。妈妈永远爱你。还是没能守住唐氏盛会。
唐太太，祝我们合作成功。唐太太，等我们签完合约，樱花堂氏就是一家了。按我们的话来说，叫利益共同体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叫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对，有难同当。我们之间是有过不愉快，但那都过去了。我相信，我们的合作前景一定非常美好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我身边的人，一个一个都过去了。山本先生，这个江东纱厂是唐老板的心血，我违了规矩，我想为他上炷香赔个罪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哪里，给唐太太拿炷香。不必，我自己来。唐老板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山本先生，你真的这么想要江东纱厂？我知道你在等我的签字，这个就是我的签字。小宝，下雪了，好玩吗？小宝，你看，下雪了，好玩吧？你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梅花。